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。最近华语乐坛非常的热闹，歌手刀郎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提宝刀，冲出江湖。一首《罗刹海市》风靡大江南北，一歌激起千层浪，横扫整个娱乐圈。据说呀，网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80亿次。这首歌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极度开放的空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的解读，可谓千人千面，万人万解。爆红的《罗刹海市》还带动了京剧、秦腔、豫剧等戏曲高才争相翻唱，掀起了一波中华曲艺复兴潮。这首以《聊斋志异》同名短片为灵感的歌曲，为什么骤然火出了圈？其中的奥妙到底又是什么呢？蒲松龄笔下的罗刹海市其实是两个名字，一个是罗刹国，一个是海市，讲的是一个商人子弟名叫季。有一年他泛海经商，被飓风刮到了大罗刹国。这个罗刹的本意在古印度的神话体系中是找人类干仗的低灵恶鬼。聊斋中的罗刹国是一个认知颠倒、黑得出奇的国度，上至君王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黑白不分，美丑不变。其中的顶级舞女们个个是貌如夜叉，就连歌也唱得不知所云，腔拍诡恶。总之一个丑字横行霸道，而且越丑越黑，越能飞黄腾达。长相越像个人样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罗刹国的人习惯了以丑为美，第一次看见美风姿少倜傥的马季，竟然把他当成了妖怪，远远地躲开了他。蒲松龄说，用假面迎合人，世情阴冷的像是鬼魅。人们喜欢坏的恶的东西，举世如出一辙。一个人如果以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在都市上，不被你吓得逃走的人，那大概太少见了。马季初来乍到，没有立锥之地，直到后来他拜见了一个执戟郎，为他唱了一首小曲儿，声如凤鸣龙霄。那位官员赏识马季的才华，就劝他，你要想飞黄腾达得把自己打扮成张飞。在他的劝说下，马季涂面自污，那张黑得像煤炭一样的张飞脸彻底征服了王公大臣，马季成功上位，得以晋升封官。但是因为他才华横溢，也遭到了周围人的妒忌和打压。马季厌倦了弄虚作假，实在装不下去了，于是就告假离开了罗刹国，乘船去了海市。这就引出了故事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海市奇遇。龙族慧眼识英，称马季为中华贤士。马季也在龙宫大展才华。龙王说，先生雄才，令我龙宫蓬荜生辉并将龙女嫁给了他。马季成了驸马都尉，在龙宫找到了人生价值，找到了真爱，满腹才华，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后来因为马季思乡心切，挂念家中老母，于是就告别了龙女，从此人仙永隔。这就是罗刹海市的故事梗概。故事的意境超越了时空，跨越了时代。您听的是聊斋故事，看到的却是人间百态看似荒诞，却能对号入座，在现实中找到缩影。刀郎化用聊斋创作了同名歌曲《罗刹海市》，并爆红网络。说起来这世上走红的歌曲有不少呢，但还从来没有一首歌像《罗刹海市》一样风靡大江南北，红至南北半球。那么歌曲背后到底唱了什么，能在网络上掀起海啸般的共鸣呢？刀郎把蒲松龄虚构的人物马季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，对此外界解读为马季正是指刀郎本人，华夏的子弟是画龙点睛之笔，寓意是只有真正的美好才能代表华夏，
而真正能代表华夏子弟的人却不被这个美丑不分的罗刹国所待见。在宋元时代，勾栏是城市中的主要表演场所，合理泛指现在的娱乐圈。猪狗再怎么扮高雅，也改不了动物的本性，那山寨货永远也成不了真品，野鸡再浓妆艳抹也成不了金凤凰。要是人的心都黑了，任凭怎么漂白也洗不掉那一身的脏东西。有人说啊，刀郎10年磨一剑，终于报了当年娱乐圈的几个大腕对他的羞辱和打压。我们并不知道刀郎是不是有这样的创作用意，不过呢，看他的歌词会发现里边有一个清晰的善恶美丑的界限。他是看懂了《聊斋》里边的罗刹海市，洞察了世事，借着嬉笑怒骂的艺术点评百态人生。西边的欧刚有老板，生而维特根斯坦。这句歌词乍一看莫名不解，好好的唱着《聊斋》，怎么突然就砍到了欧洲？说西欧有一个钢铁巨头，他生的儿子叫维特根斯坦，那为什么要提维特呢？于是啊，很多人就从哲学层面解读。维特经常说，一切哲学都是语言的哲学，凡是语言能说的，你就能说得清楚；语言不可说的，你就不可说。了解了人物的背景，再来理解刀郎的歌词，是不是在影射当下呢？在中国，很多话题不能说，一旦说了，你就触犯了党国禁区，犯了大忌了。因为这是一个指鹿为马、指鼠为鸭的时代。这个维特上中学的时候，希特勒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。说起来呀，两个人还是校友。维特生活的时代正是纳粹施暴横行的年代，这和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很类似呢？正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让大家觉得就像歌里唱的一样，所以一触即发，触动了草根阶层的情感软肋，引起了海啸般的共鸣。刀郎的歌欲言又止，点到即可，这样的歌词刚好符合每个人的心境。歌词点到了很多人心里的痛处点，点出了社会问题的根源。大家听出了歌中的奥妙，可是又不能明说，结果大家都是心照不宣，都是你懂的。就这样啊，大家热情翻唱，歌词打通了不同的心灵触角，不断的被重新解读。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骨子里真正想做的是人，而不是罗刹鬼，想做一个像马季一样的华夏子弟。马户是头驴，幼鸟是只鸡，却总认不清自己，还要霸权当道冲高雅。最后这句啊，像是呐喊，要解决颠倒错乱的认知，明辨黑白美丑，摆正各自的位置，才是人的根本问题。随着罗刹海市英文版的上传，不少国家的网友表示，这首来自中国的歌竟也唱出了自己国家的现状。一首歌曲跨越了国界，让世人看到全世界的坏人都能在歌中对号入座。刀郎的这首歌呀，妙就妙在借着《聊斋》故事影射社会现状，又不会让人抓到把柄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处。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中，众人被灌输的太久，总算出来一个美风姿少倜傥华夏子弟，来拨乱反正，重新定义美丑，挑战垄断一切的马户幼鸟之辈。整支罗刹海市还用到了谐音梗，比如一丘禾是一丘之貉的谐音，狗狗营化作蝇营狗狗。这首歌令人拍案叫绝，带给大众嘲讽时弊的勇气，也慰藉着那些曾经遭受屈辱的世人。罗刹海市爆红网络，也把全中国的好嗓子、各门各派的高手都给唤了出来，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。这首歌如同砍伐时代藩篱的利刃，被压抑许久的国民欢腾一片，热情帮忙传刀。
传唱的人唱得爽，听歌的人听得爽，就连不同版本的戏曲翻唱也是酣畅淋漓。对于罗刹海市似千人千面，万人万解，很多人从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和刀郎一拍即合。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颠倒，上升的通道难如登天的时候，一个草根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跨越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当愁苦的草根阶层没有一个正常渠道来表达心声的时候，借歌言志便是最好的途径。一首《罗刹海市》无意中凝聚了一个很大的群体，他们像刀郎一样遭到了太多的不公，在屡次遭到打压之后，只能黯然地妥协退让。人们心里积累的愁苦，终于在《罗刹海市》中酣畅地疏散，也让人深思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：做华夏子弟，还是做罗刹恶鬼？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句话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当要变天的时候，明天的那个天说不定是谁的天呢？您说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好，感谢您观看今天的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